從年入40億到被低價賤賣，當年比海底撈還火的小肥羊到底做錯了什么？你有多久没吃小肥羊了？曾经靠着清汤不蘸料火鍋殺瘋全国，從一個50平小店突圍到全國700多家門店，小肥羊只用了短短3年時間。2004年，小肥羊的年營收額突破40億元，僅次於擁有肯德基、必勝客的百勝，甚至一度開到海外。這樣的品牌，放眼當時的整個餐飲行業，只有小肥羊能做到，就連海底撈在他面前都是個大氣都不敢出的小弟。可如今呢，走在大街上，想要找一家小肥羊門店，簡直比登天還難。而他在火鍋界的江湖地位，也早已被海底撈這樣的後起之秀取代。那麼當時的小肥羊到底有多猛，又是如何把一手王炸打成爛牌的？1999年，第一家四川火鍋店在呼和浩特開業，店裡每天都是人滿為患。為此，還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就開出3家門店。而此時正在包頭做包缸工作的張剛，偶然間來到這家火鍋店，品嘗了一款不蘸料火鍋。他立刻意識到，在內蒙古如果以羊肉為主做一家火鍋店，那當地人應該更喜歡。雖然當時的火鍋市場，四川火鍋以麻辣鮮香稱霸，老北京火鍋憑借銅鍋涮肉穩坐一方，但主打不蘸料的火鍋卻幾乎空白。張剛果斷出手，東拼西湊了5萬塊錢買下火鍋配方。回到包頭後，他又重新對配方進行調配，希望能做一款所有人都喜歡的口味。於是1999年8月8日，第一家不蘸料火鍋小肥羊在包頭正式開業。小肥羊的第一家店面積並不大，只有50多平方米，桌子也只有6張，但獨特的鍋底配方讓小肥羊迅速走紅，店門外也開始排起長隊。僅2個月後，張剛就不得不開第2家店。然而第2家門店一開，更是打響了名聲，10公里開外的顧客都慕名而來，這讓張剛看到了連鎖發展的可能性。於是他決定將小肥羊打造成一個全國性的火鍋品牌。到了2003年，小肥羊門店數量突破520家，而所有門店的單日均營業額達到了17萬，這在當時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可隨着門店越開越多，小肥羊的管理上卻亂得像一鍋粥。創始人張剛看到昔日兄弟想來分一杯羹，於是二話不說開放加盟權，甚至還將部分股權分給當初一起打拼的兄弟。可如此單純的以為靠江湖義解就能幫助自己實現大規模連鎖的張剛，也在這裡埋下了隱患。當所謂的兄弟拿到鍋底配方出去獨當一面後，卻導致很多店鋪質量水平參差不齊。一些人開始隨心所欲，為了降低成本，直接用冷凍肉替換新鮮羊肉。2004年，部分小肥羊門店就被爆出羊肉問題，羊肉從當地市場買壞了也能繼續用，鍋底直接用味精對接。要知道，在當時那個年代，消費者剛開始注意飲食健康，小肥羊一開始的市場定位就是為了滿足追求健康飲食的群體。可見這一事件對當時的小肥羊打擊有多大。與此同時，市面上還出現了大量山寨店，打着加盟小肥羊的旗號，卻賣着不健康的食材，進一步損害了小肥羊的聲譽。面對這一系列的問題，張剛也意識到自己曾經制定的只要交加盟費就能掛招牌，不給加盟商進行培訓的路子有多荒謬。好在還有轉折的機會，否則小肥羊早晚要被整廢了。可要想解決這些問題，自己對管理壓根不懂，所以手下必須有一位得力幹將。於是2006年，張剛費盡心思將蒙牛的副總裁盧文彬挖了過來。擔任小肥羊的總裁盧文彬上任後，直接清除了小肥羊存在的隱患，先是停止加盟申請，不再追求數量，而開始注重質量。其次，對合約到期經營還不佳的加盟商解除合同，將店鋪改為直營；而对于還在合約期內經營不佳的門店進行整改培訓。1年時間，盧文彬就直接扭轉了小肥羊的名譽。門店雖然從721家縮減到了326家，可消費者的體驗卻得到了提升。可一步錯，步步錯。小肥羊在盧文彬的帶領下，引進外資2500萬美元，也就是人民幣1億8000萬。起初外資的引入對小肥羊確實有一定幫助，甚至在2008年，小肥羊成功在香港上市。上市當天股價直接飆升，小肥羊餐飲也成功擺脫前期因快速擴張帶來的困境。然而好景不長，小肥羊在上市後或許存在已經成功的僥倖心理，在新品牌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小肥羊卻無動於衷。海底撈、呷哺等火鍋品牌迅速崛起，憑借獨特的經營模式、優質的服務、多樣化的鍋底，成功將小肥羊的忠實粉絲吸了過去，給原本就停滯不前的小肥羊構成了極大威脅。尤其是海底撈，變態式服務一出，直接被消費者踏破門檻。從免費的美甲、擦鞋服務、手部護理，再到兒童樂趣、送禮物、送相框、印照片，跟火鍋根本掛不上鈎的服務，直接在短視頻平台殺瘋。即便不愛吃海底撈的人，為了能免費享受這些待遇，也會去吃一頓。所以無論是服務停滯還是鍋底單一，小肥羊都輸了。可讓小肥羊輸得徹徹底底的，還是2011年被百勝集團收購。本以為是救命稻草來了，結果卻成了小肥羊的推命符。當百勝集团靠着肯德基、必勝客等多個知名快餐品牌成為餐飲界的龍頭老大時，百勝集团卻早已看中走在自己屁股後頭的小肥羊。對於百勝拋來的橄欖枝，小肥羊管理層認為百勝先進的管理經驗或許能助力小肥羊走向更高。雖然百勝心中並不認可他的經營模式，但也選擇了花46億港元進行收購，也就是人民幣42億元，成為小肥羊的控股股東。於是，在百勝接手後，他將自己做快餐的理念強加到小肥羊身上。打破原先的市场定位，先是將人均價格從原先50元漲到90元，然後又將現切羊肉改成快餐模式的預製肉，並且還撤掉了自選小料台。然而最致命的是，百勝竟然砍掉了招牌要蘸鍋底，硬生生把火鍋整成了4不像。很快，小肥羊的營業額直線下滑，門店數量也不斷縮減。為了趕緊扭轉當下困境，
小肥羊也不是沒有做出努力，他嘗試推出自助餐服務、修改門店風格等，可多種自救方式換來的卻是更多的顧客流失。2012年，小肥羊一年虧損了2.32亿港元，約等於人民幣2.1億元。到了2016年，小肥羊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很难維持，退市是必然的。退市之後的小肥羊，从当年的風光無限，成為了百盛集團下的一個不賺錢的小品牌。小肥羊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了那句本土品牌只要被國際資本收購後就會變弱的魔咒。這一切都源於張剛以及管理層對資本的認知很貧瘠導致的。而此前就有被外資收購後逐漸消失的品牌，比如中華牙膏、樂百氏、小護士、太太樂、丁佳怡等。這樣的教訓還不慘痛嗎？昔日的小肥羊成了一頭美國羊，全國700多家門店直接銷聲匿跡。其實如果沒有百盛，小肥羊或許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畢竟當時候的困境是時代的需求，只要緊跟时代變化，不斷創新，取長補短，何愁經營不下來？2012年的呷哺也因為提價翻车，導致北京一大部分客流流失。但创始人賀光吉眼尖，明白問題出在哪，於是之後推出了清正餐模式，硬生生的把局面又扳了回来。還有安徽老乡雞，創始人束从轩起初創業是靠家族管店，跟張剛靠兄弟情一樣，但不同的是，老鄉雞懂得管理，在门店擴張後，二話不說，把家族親戚全部踢出管理層，開始親自上手管理。到了2020年，老鄉雞已經突破了年營收30個億。再反觀張剛，到最後都死守着兄弟情，也難怪小肥羊能陷入無法自拔的困境。曾經的火鍋頂流小肥羊，雖然已經淡出视野，但他的教訓還是值得借鑑和學習的。